係咁網友嗱，呢條片我認真啲睇睇嗰個香港負資產嘅問題，我解釋俾大家聽下。呢個問題嚴唔嚴重？呢個就係好啦，提提大家嚇，我哋呢隻獵戶素好好賣，我一嚟咗之後發現，哇，好受歡迎，因為所有男人都需要。佢係醫療男人之痛嘅兩樣嘢，一個就係呢一個係甩頭髮，一個咧就係保護你嘅前列腺。我識得所有男人，包括我在內，70歲之後咧都要去施手術，呢個好大鑊，呢個嘅獵戶線，所以你快啲保養嚇。咁呢個咧就係獵戶線同埋甩頭髮啦，男人之痛。今次咧就再送專係男士用嘅維生素俾你，成套男人嘅嘢，498蚊嚇，2件食2個月㗎啦。而家特價加埋呢個348蚊，348蚊。好啦，呢一個2024年第3季末嘅負資產數係幾多呢？4萬宗，佔整體嘅住宅係6.89%。你睇住佢上啊，3月嗰時5點，呢個5點幾，啊6月落翻少少，6.89，呢個犀利啦。個價值佔11%，即係每100蚊咧就有11%咧就負資產啦。呢個就係較第2季末嘅3萬宗升咗34%。呢個點解我要講嘅原因？以最新數據表示咧，負資產個案佔整體住宅按揭宗數嘅6.89%，錢佔11.06%，錢佔多啲添。呢個就係嚇，呢個錢佔多啲添。呢個就係近幾年嘅負資產數，大家睇嘅。2022年跟住曾經12000宗啊，跟住6000宗跌翻落嚟3000宗，11000、2萬幾、3萬2、3萬、4萬咁樣升上嚟，咁樣升上嚟啊！錢係佔到2000億，2000億。我陣會分析夠有幾嚴重。呢個係2003年第4季以來嘅新高，嗰季2003年第4季已經係有所回落。當時受沙士影響啊，曾經高達100500宗。嗱，呢個喺呢條數喺呢度，係同呢個比嗰陣時嘅負資產數，嗰個數目係多過而家，但個銀碼就少過而家，因為而家啲樓價貴咗，啲樓價貴咗。對比2003年樓市最嚴峻嗰陣時，兩個性質唔同嘅，我會解釋俾你聽。兩個性質唔同，當日係嚴峻過而家好多。106000宗負資產，涉及1650億。負資產啊，嗰陣時佔呢個住宅樓宇嘅按揭比例咧31%，10蚊有3蚊係負資產。金管局表示，呢啲負資產個案兩樣嘢嚟嘅。點解負資產？嗱，我首先講咗個 difference 先。當日97嗰陣時咧係供90樓嘅，係冇做過嗰個通常唔使供樓能力嘅測試嘅。經過咗97嗰鑊、98嗰鑊之後咧，由曾蔭權時候起，2010年我哋咧就不停收緊嗰個按揭嘅比例，金管局基本上我哋試過啦，你冇乜可能借到60%以上。如果你係借60%，咁你點會負資產啊？你有啲樓係跌得多啲嘅，你係要喺高峰期買，高峰期買即係18、19、21年嗰3年買最高峰。咁你而家跌咗30%，有啲跌到40%，跌到40%咧，你都未負資產喎。但係有兩類樓咧，就係負資產啦。一類咧就係銀行職員問銀行借錢，就係可以借到90%嘅。第二就係你去買樓嗰陣時咧，你係首按，首按咧你就可以買一個保險，佢係睇過你嘅收入，俾你做一個按揭保險。咁嗰度咧借多2成俾你。嗱，呢啲借到90%嘅，而家就變咗負資產啦。呢類按揭成數比較高，係可以做到90%啊。第一層樓係。而金管局我再講埋個嚴重性嘅唔同。嗰個嚴重性嘅唔同就係點咧？你而家呢啲咁樣咧，
就係咧，佢係比起97嗰陣時咧，佢係做過供樓能力嘅測試嘅，97一般都冇。所以即使你層樓係負資產咧，原理上你仲係有能力供嘅，除非你失業或者減人工，明白未啊？咁所以咧，今日同時係負資產嗰啲人咧係有樓供。第二，佢負資產嘅比例咧係冇咁嚴重嘅。舉個例，你喺97嗰時買層樓係100蚊，你咧就借咗90，屌你層樓咧去到2003年咧跌到剩翻40蚊，咁你咪負50%啊！負咁多咧，你係會想走佬嘅，啱唔啱啊？一般嚟講，如果你係供香港嗰啲8、6成嗰啲唔好理啊，你係如果係8成嗰啲咧，今日咧都係負咗10% 度啫。咁你咧就係一定唔會走嘅，你一定供落去，希望可以翻到身嘅。呢個就係兩者嘅分別。金管局公佈嘅淨係一案啫，唔包括二案同埋財務公司貸款嘅個案。呢個嚴重，呢個咧就係有一啲樓好大鑊嘅，就係嗰陣時嗰啲地產公司提供二案俾你去到90%，咁就財務公司啦，即係我哋都有做啦，啲人咧就攞嚟就做二案嚇，呢個係呢啲咧冇計。仲量聯行香港主席曾煥平話：政府公佈嘅負資產數冇計入發展商財務公司嘅二案。佢哋啲數據相當準確，實際負資產數係8萬，較金管局公嘅高個數字1倍。咁第四季就可能衝破10萬嘅。但係今日嘅嗰個2000億啊，喺比起03年嗰陣時嘅1600億咧，又唔能夠不可同日而言。當日嘅1600億咧係所有樓嘅呢個係30%，今日咧，只不過2000億咧係10% 嘅啫，11%，呢個係嚇。樓市一直疲弱，樓價持續下跌，負資產個案升係正常嘅。7月嗰陣時預測下半年下跌10%，負資產案突破10萬宗。好啦，我再講講嗰個樓市嘅真實情況俾大家聽。喺過去嗰個呢個放咗辣之後咧，然後咧就係政府放鬆咗嗰個按揭。真正嘅情況，我將個大 picture 話俾大家聽，發生咗3件事。一件事，大陸客大量落嚟買樓，因為咧始終啊喺佢哋對香港樓宇嘅信心就多過大陸樓宇嘅信心。根據最新嘅統計數字咧，用大陸人嘅拼法喺香港買樓嘅佔咗香港市場嘅40%，哇！呢個好緊要，冇咗呢支水咧，早就崩潰咗啦。因為咧佢哋以前咧係要俾呢一個好高嘅印花稅啊嘛，而家咧唔使，佢哋咧其實係減咗價，佢哋咧就覺得好抵。第二咧，其實香港嘅樓咧已經高唔過深圳好多，所以咧落嚟香港買樓，佢哋覺得係抵嘅。呢個第一個 factor。第二個 factor 係乜嘢咧？就係銀行收水喉。銀行點解收水喉咧？就因為香港由大地產商至到嗰啲百億富豪，全部都嗨晒嘢。佢哋咧就喺寫字樓、商場同商鋪度嗨咗大嘢。呢啲咧係有啲咧係資不抵債，銀行咧成盤數有危險。於是佢哋就收縮呢個放貸，一收縮放貸對樓市就係百上加斤。第三個 factor 就係因為寫字樓同商場嘅下跌，同埋過去幾年唔夠好生意，嗰啲地產商囤積咗好多單位喺手上，到出年總共有8萬個。咁佢哋有幾個咧嘅債咧係相當重嘅，於是佢哋搏命劈嗰啲樓，以長實為首。只要一有人買，佢就出；一有人買就出，不惜減價出。因為咧佢哋要減債，呢個新世界當然係嚴重啦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
就扼滿晒香港啲需求，咁變咗啲二手樓咧就賣唔出，二手樓咧進一步咧就係劈價賣出，呢一個咁嘅壓力咧係令到個樓市咧就再下跌嘅，其實係。曾煥平認為目前香港負資產情況嚴峻，設立都未有明顯改善嚇，即係唔係咁講啊？即係咧香港嗰陣時咧1600億嘅負資產咧，我諗牽涉嘅款項係1600幾億。嗰陣時嘅樓宇值咧就係值翻呢班負資產咧係值翻600-700億，咁爭咗1000億嘅負資產。今日嘅2600億、2000幾億嘅負資產咧，我諗係負10% 到嘅啫，200億到。因為當日第一個樓宇冇跌得咁犀利，第二嗰個按揭成數冇咁犀利。政府設立專責小組評估樓市風險，評估完又點咧？制定措施以減低風險。你話俾我聽點樣減低風險咧？你教我點樣減低風險？即使美國減息0.25或者5個基點冇影響，香港加息冇跟翻美國，所以減息咧，你亦都冇咁多位減，除非美國又減翻去0咧，香港咧先至有可能大量減息。好啦，政府早前透過金管局放寬住宅物業嘅按揭貸款條件，冇用，呢個係冇用。呢個基本上嗱，決定咗樓宇價錢嘅就係第一，就係佢個樓宇唔再向上升嗰時咧，佢嘅金融屬性係消失咗，啲人咧唔 expect 樓宇上升。第二係對整體前景嘅睇法。如果啲人對香港嘅前景冇信心，你好難叫佢買樓，去供30年。目前樓市已經水深火熱啦，需要更有力措施應對。即係咧，所有全世界嘅教科書教你，即係如果個樓市咁要回復信心咧，第一你要斷絕供應，呢個就係特區政府拒絕做嘅嘢，停止填海做用地。停止呢一個起咁多新樓，唔再買地，當日就係咁樣救個樓市嘅。今日會唔會咁做呢？施永青分析樓市下跌對負資產嘅影響，每跌一級就多啲負資產，當然係啦。有啲人去到孖展啊嘛，你再跌個樓宇咪多負資產。樓市跌咗20%，跌咗20幾個%，如果超過30%咧，就會跌得更加快。超過30%咧就更多人劈。之前咧我40%係臨界點就崩潰啦，個樓市就。佢認為樓市而家已經穩定嚇，已經企穩咗，再跌落去機會比較少。當然係有啲恐懼造成，同經濟有實際關係。其實就係整體，我應該咁講，香港嘅經濟前景啊，香港受到制裁變咗大陸嘅一體。即係完全 depend on 大陸嘅經濟，你對大陸嘅經濟前景點睇呢？我恐怕 Donald Trump 如果一加大陸嘅關稅60至100%咧，人民幣貶值即刻貶值15至20%，呢一鑊就大鑊咯，天翻地覆。點解呢？你港紙同美元掛鈎，如果人民幣再跌15至20%，香港同大陸嘅物價差距咧就更加大，呢個 point number one。更多香港人上去大陸消費，更少大陸人落嚟香港消費。point number two， 大陸如果貶值15至20%，東南亞貨幣跟住貶值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係韓國、呢一個越南、呢一個印尼、菲律賓、泰國跟住貶值，係第2次金融海嘯。而有啲國家將會資不抵債，天下大亂。分析就業市場同樓市關係，而家香港嘅就業市場仲係好嘅，失業率仲係低嘅，因為走咗好多人。但係香港政府而家輸入好多外勞去壓抑個人工加幅。我話俾你聽，有一部分呢一個樓租金嘅上升，主要係有一部分即係走咗啲人之後呢。佢就有一部分嗰啲優才計劃嗰啲人嚟嘅，咁嗰啲人咧就唔買樓就租樓，失業率
低工業升，嗰啲人咧繼續係有錢供樓。佢話救樓市要更加積極喎，除咗撤辣，要加糖，撤辣唔足以改善樓市。咦，好似你以前唔係咁講喎，你以前話撤辣就救到喎。佢話應啲好啲嘅條件向銀行買全部按揭，銀行收錢之後再做按揭。呢個咧係完全不負責任啊！呢個係樓買啲按揭，你係咪買啲好嘅按揭啊？買走咗啲好嘅按揭咧，嗰啲銀行咧手上咧就剩翻啲壞嘅按揭。咁咧銀行咧係唔會將啲錢再係亂借出去，因為佢手上依然係好多壞帳喺度。你叫政府係買走咗壞嘅按揭，嗰啲壞帳咪去咗政府手上，邊個負責啊？呢啲嘢負資產影響政府財政，如果穩唔住地價樓價，除咗負資產增加，亦影響賣地收入，財政赤字亦都有影響。呢個係一個 vicious cycle。而家嘅財政赤字冚家產半年係略2500億，你再叫政府再揞多啲錢出去買啲債翻嚟，你係咪咁啊？個赤字咪再增加多啲咯？呢個就係對於供樓人士，大部分市民係自住樓業主，只要份工穩定，準時供樓唔會受影響。你要知道，對嗰啲人嘅心理係造成極大嘅影響。你住緊一層樓係負資產嘅，你係咪好驚啊？呢個影響消費。當供樓業主淪為負資產嗰陣時咧，仲點會買嘢啊？仲點會攞錢去買股票啊？租金上升咧好現象，呢個咧你又要睇下租金上升。原來咧我又睇過個 chart， 租金咧過去嗰10幾年咧就下跌，而家咧係反彈翻少少啫，並唔係上升咗好多，證明香港人負擔開支嘅能力增加，即係恢復翻少少。嗱，我再解釋一個經濟現象俾大家睇下。假如香港嗰個點解個租金上升呢？香港以前你對個樓價好樂觀嗰陣時，大家聽住我講啊。租金有2個 factor 決定啊，一個咧就係一個梗係個供求關係啦，但另外咧仲有個心理對前景嘅判斷，一個咧就係個利息。即係如果你嗰個利息係高嘅刻，你就會 expect 個租金咧就高啲，嚟到 compensate 你嘅收入。呢個就係同通脹同利息之間嘅關係。第二，對樓價升幅嘅關係。如果個樓價你覺得未來會升，你咧就會買層樓，然後咧就平啲租出去唔緊要啦，1厘半2厘個樓市升啊嘛。喺樓價冇機會升嘅地方咧，個yield咧就高㗎啦，因為咧我就要靠收息嚟到冚嗰層樓嘅 capital expenditure 嘅支出。舉個例，喺倫敦、紐約呢啲地方咧，個 yield 咧就係低嘅，佢哋可以忍受1-2% 嘅 yield，因為佢覺得個樓咧就會升。譬如喺 Glasgow 呢啲咁嘅地方咧，喺英國咧，個 yield 咧就去到8-9%，因為大家覺得個樓咧係唔會升嘅。所以香港咧有一個租金升嘅 factor 咧，就大家覺得嗰個樓價係唔會升嘅，要求多啲收入，多啲租金。好嘛，呢段講到呢度。超貓貓11月門市特惠，而家凍凍地打邊爐或者韓煎就最好啦。嗱，我哋送一樣抵到唔恨嘅嘢俾大家，精選1家家韓牛火鍋片300 gram， 有五花腩220賓，有前胸肉270賓，日本九州白豚豬肉片400 gram 79蚊。如果想煎塊扒呢，就要買日本岩手縣澳綠牛 A5 肉眼扒200 gram， 原價308蚊。呢啲嘢全部買一送一，全部買一送一。好啦，同樣係11月嘅優惠，呢個就韓國嘅乜床韓國豬，韓國豬安肉質幼嫩，有少少肥，非常香，500 gram 1 pack 2件，原價99蚊，而家係68蚊啫。韓國豬後腿最好肉嘅地方，當肉片炒餸一流，400 gram 原價29蚊，而家22蚊。韓國豬糖扒
有肉有骨，用嚟梅子蒸同埋煲青紅蘿蔔湯，啱晒而家嘅天氣。400 gram， 原價48蚊，而家35蚊。西班牙 Duroc 豬腩火鍋片300 gram， 原價59蚊，而家45蚊。一家家韓牛牛筋腩3磅，原價450蚊，俏貓貓價198蚊，用嚟煲清湯蘿蔔、牛筋腩，再配河粉或者飯都非常好食。阿聯酋龍蝦尾8安士，龍蝦尾肉質紮實，口感鮮甜，爽口彈牙，簡單牛油香草煎焗都得，原價188蚊，俏貓貓價148蚊。